如果关于暗河的消息散布于江湖之上，那么无路可归的我们，会将天启城作为我们的第一站。或许天下人容不下我们，但我们会让尹宗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。 真是不错的年轻人，有魄力，很聪明，武功也很高。他方才一进来，就察觉到了你的存在。你没有刻意的隐藏你的气息吗？不，我在他进来之前，就用了绵息功，彻底隐藏住了自己的气息。他武功很高。 年纪轻轻就超过了上一代苏家家主，想要控制住他们，影宗今日的表现，看来殿下是要失望了。一博，多拿出些本事来吧。 此地便是万卷楼了。整座国丈府中，守卫最为森严。若要进此楼，必须提前引开这些高手。这叔，你来了。我在来的路上收到了你给大家长的消息，所以我们真的要去杀琅琊王。琅琊王在过去的暗河中，就不是我会接的杀人弹，更何况他还是萧氏皇族3代以来第一人。
又岂是那么好杀的？那你想啷子办？先假装与尹宗谈条件。万卷楼是必须得去一趟的，我们要找到能将尹宗一击击溃的办法，这样才能调走尹宗的大部分势力，进入万卷楼，毁掉所有有关暗河的卷宗，让暗河成为那个生于江湖、长于江湖的组织。义部想利用我们来杀琅琊王，说明他怕了。我们正好可以反其道而行，借助琅琊王的力量来灭了尹宗。本以为九霄城那一战便会是终点，不知道度过这次之后，是否还会有下一个阻碍？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，有江湖的地方就有纷争，更何况你有一个喜欢纷争的好兄弟。他什么时候来？天启城中的一切，我已经派人告知于他，他做好应对之策，便会入天启。见臣子，哎呀，那我们就静等几日。比起我们，尹宗那帮家伙肯定是坐立难安。难得来趟天启城，正好带你去几个有意思的地方转转。天启城中最知名的地方，这些日子我倒是都转过了。你去过哪去？千金台、青天剑、问天石、龙起源，甚至还去了学堂。哎呀，停！这都是些什么破地方啊？这都是天启城中最有名的地方。呸！天启城里头最有名的地方，那当然是皇宫、教坊是。苏山河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要去找苏沐雨，要不要一起？沐雨啊，来了天启城，也不晓得来这该逛逛。我不识路。有理，这种地方一个人来啊，总是容易迷路的。酒不醉饮，饮自醉啊。哲叔，你什么时候这样喝酒了？这样显得很风流啊。为何你官话又突然变好了？你管那么多干什么？那哲叔，我们接下来去哪里？百花楼上百花开，百花开尽美人来，自然是去百花楼啊。哲叔，我算是被你摆了一道。你来之前也没和我说这里是。公子，美人的这杯酒一定是美酒啊！公子，哲叔，那接下来做什么？你想做什么？我想走。这位公子是第一次来吗？是。这般如玉的公子莅临百花楼，向来是予取予求的。今日公子你啊，无需花1两银子，便可以在这里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。不知公子想要做什么呀？我方才已经说了，我想走。公子你要走，但你旁边的这位叔父似乎不想走呢。沐雨啊，来都来了，尽情享受。不如
你就进去听曲啊。我呀，不怕公子你喝最贵的酒，找最漂亮的姑娘，但就怕你听曲儿。上一次来我这儿听曲儿的，还是雪月城的三城主司空长风，那可是带走了我阁内最赚钱的姑娘呢。说笑了。不过公子，今日这外面也不曾下雨，不知你为何要带把伞呀？我猜，这是公子你的武器吧？啊，此处听曲不得邪气入阁，我帮你拿到嘛。哟，二爷来的正好，快来帮我照看一下这位新朋友。嗨，好说好说，请。干嘛？请吧。来来来，坐。嘿嘿。哎呀，在下千金台涂婉，敢问公子尊姓大名啊？苏沐雨。沐雨，好名字，好名字呀！执伞鬼苏沐雨，今日在此只是苏沐雨，并无执伞鬼。啊，莫担心，我也是来听曲的。啊，苏公子真是好雅兴。也不知道苏沐雨那个家伙现在在做些什么。小兄，再来一杯！来来来，共饮此杯。今儿下去这真好，是真没白来。二爷常来听曲吗？啊，以前是常来的，当年可是国手风姑娘坐镇其中。自从风姑娘走了之后，就许久没来了。现在抚琴的是婉儿姑娘，听朋友说琴音并不逊色于风姑娘，我便来听听。感受如何？虽然在我心里啊，依然是不及风姑娘，但确实已然算得上是不凡了。苏公子觉得呢？对于乐律，我也只是欣赏罢了，并没有什么资格去评判别人。我听罢再聊，不然婉儿姑娘要生气了。看来这个传言中的顶级杀手，并没有那么恐怖，竟还显得十分友善。也不知是那传言过分夸大了，还是实际当此人拔剑之后才会化身恶魔。罢了罢了，我还是先听曲儿吧，一会儿找个机会溜走。你是上哪儿带来了这么个俊秀的小郎君啊？还好生勇猛，巧把我们这儿姑娘的魂儿都给勾跑了。是我一个小兄弟，想检验一下是不是一个可靠的男人。怎么？那在我这楼里逍遥快活的，就一定不是可靠男人了？哼！你检验一个男人做什么？哦，忘了和你讲了。我已经找到我的女儿了，那感情是好啊，这不是你这些年来最大的心愿吗？是啊，但我这个女啊，应得这个小子之后，我总感觉他喜欢上他了。这个小子呢，是我从小看他长大的，其他方面啊都可靠得很，就是在这个男女之情上面啊，我是半点不了解。那这小子
算是通过你的考验了。来到这个姹紫嫣红的百花楼，只想到听曲，现在我倒是放心了。但我看呀，这小子怕是一生凉薄的命。你不是也讲我是会死到这半路上的硬？我现在不是好好的，哼，还有了个女儿。我们的家族啊，正在发生很大的变化。这个小子一定可以改变了所谓的命运。那如此说来，我们是否该好好庆贺一番呀？来，来，我敬你。我这儿啊也有姑娘专喜欢你这样的英雄，反正你已然是个官夫了，通不通过考验都没关系。哼。宗主，三官回来了，让他们进来。不愧是宗主，本应是这世间最不易被察觉的影子，可却拥有着国丈这样光鲜而荣耀的身份。你在胡言乱语些什么？乌鸦，听说宗主跟苏沐雨的谈判条件失败了。但我们在黄泉当铺，却碰见了苏昌河。言谈之中，我有一种感觉，比起苏沐雨，如今这位掌权的大家长，是个更加适合合作的对象。哦，你有把握跟苏昌河谈判？有，他是个利益为先的人。所以，最后当上大家长的人是他，而这世上唯一能让他放下利益、感情用事的人，刚好已经提前入了天启城。我们若能提前控制苏沐雨，那么和苏昌河的谈判条件也就多了一份。到时候苏昌河不管从感情上还是利益上，都不得不和我们合作。然后，我们可卿暗合整个宗门之事，杀死天启城中的一位王爷。至于以后暗河还存不存在，那已经没有了意义。好，那就更改计划，不再等苏沐雨表态了，今夜就将他下入隐狱。遵命。宗主，此事是否要知会大皇子那边？不用了，我有一种不妙的预感呐。大皇子那边已经对我们起了轻视之意，我们一定要做些什么，让他知道，我们影宗虽然已经不如从前了，但是依然有能力守卫天启城。抓住苏沐雨，就是一次好的机会。来，多谢二爷。哎，苏公子没带银子，没关系，我有。多谢二爷。兄弟，一会儿跟我走啊！赌坊知道吗？天启城最大的赌坊，我家开的，带你赢点钱去。原
原来兄台是喝了酒，就能和人称兄道弟的性子。哎，嘿嘿，这以前听闻苏公子的大名，都以为是什么人间修罗，没想到今日一见，竟是风流少年呀！哎，我与你一见如故，不如咱们这……谁敢在天启城中杀人？什么人鬼鬼祟祟，暗箭伤人？此事与你无关。你是何人？装神弄鬼！二爷请退下，此人为我而来。这是苏公子的仇家？倒也算不上仇家，他们之前也是暗河之人。他们又是什么鬼？他们不是鬼，而是坐在神庙之中的神。只有我们这些执剑之人才被称为鬼，也就是你所说的人间修罗。听不太懂。总之好像很可怕。倒也没有，只是我的剑被哲叔收走，倒是有些麻烦。我平日里是不太用武器的，只有这把匕首，必要的时候用来防身。很好，倒是经常看昌河用寸之剑，没想到今日也能派上用场。苏公子不是还有一个朋友也来了百花楼吗？是啊，打得热闹些，拖一拖时间，等哲叔赶来。他不会来了。二爷退下，此事与你无关。阿紫，你还真是慷慨啊！为了庆祝我找到女儿，你这一下派了4个过来。哎呦，你是想要了我的老命啊！你们要好好伺候苏先生，知道吗？是。那我先下去了。可嘛可嘛。苏先生，几个美影，你们也都下去嘛。我虽然是来逛交坊市的，但我没是那种瘾，我已经有女儿了。那就让我先来送苏先生分享极乐吧。我不是讲了我没是那种瘾。我已经过了做美影季的年纪了。小心啊！那是神仙笔，地上的一个字就是一道气，一会儿气随笔出，他想寻你的窍门。多嘴！二爷，速速离开！苏公子，救命之恩来日必报，那你自己多加小心。起！神仙笔，怎么写都是死的事。因为今日是你死期，神仙也难救。哎，小心啊！哎呀，这下糟了。
干嘛呢？空间神眼笔，你不要命了？不愧为吴建成曾经的少主，居然会指剑。只是这门剑术伤人伤己，若久不练，一指成剑便废一指。所以我还有9指，便能挥9道剑气，3道剑气杀一人，足矣。是你父亲带我来的。哎，我作证啊，苏公子真的只是听曲儿。难道苏沐雨真是无辜的？那是自然。来了教坊司只是听曲，就像是我去了天启城的碉楼小筑，然后点了杯普洱。你知道这叫什么吗？叫什么？又当什么立什么。当机立断。二爷，帮我照顾白神医。哎，好。大家还有机会插嘴啊！你先照顾好你自己吧。先生，涂在你那根受伤的手指上。多谢。白神医。白鹤怀，药王新买草的小师叔。久仰久仰。久仰什么久仰？我在江湖上根本就没有露过面，净说瞎话。所以你方才说的话，我也不信了。哎，不是我，姑娘，你这弄得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白神医看起来好像不太担心宋公子。那是自然。当苏沐雨手中握住剑的那一刻，一切已成定局。还不下来帮忙？哼，来了。这又是什么情况啊？无需之阵。援兵来了。来的人都是谁啊？暗河大家长，暗河穆家家主，还有……那我先走了。哎，着急跑什么？看完再说。哎呀，那个白神医，后会有期，后会有期啊！苏沐雨，哼，苏家主，没想到最后竟会被我的醉梦蛊制住吧？给我住手！苏昌河，你拦着我做什么？为什么不去救苏沐雨？苏昌河，若想救苏沐雨，便好好听从我们影宗的安排。他中毒了。他中了醉梦蛊，就算他是大罗金仙，也用不了半点武功了。
气温和绵软，就像是进入了一场永不会苏醒的醉梦。是醉梦谷没错，你们俩做得不错。来人呐，把苏沐雨关入影狱。是。不过，怎么只有你们2个人？地官呢？他死了，毕竟想活捉苏沐雨，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。可惜了。天官，你怎么一直不说话？兄弟死了，宗主只言一句可惜。可对我而言，却不仅仅是可惜这么简单。我不想说，宗主有何苦问？原来如此，倒是易某有些冒昧了。对了，易宗主，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哦，什么消息啊？暗河大家长苏昌河，他入天启城了。禀殿下，方才教坊司中出现械斗，双方分别是尹宗的3官和苏沐雨。随后暗河大家长苏昌河赶到，但为时已晚，地官被苏沐雨所杀。苏沐雨中了醉梦蛊，已被尹宗带走。影宗那帮废物，居然也有得胜的时候。我们与影宗合作，不过是把影宗作为暗河的磨刀石，覆灭影宗，同时为了暗河这柄更锋锐的刀罢了。但是3官武功很强，不逊色于暗河家主，只是他们之前的态度似乎并不想与暗河发生正面的冲突。为何突然改变主意了呢？这隐域之中，怎么空无一人？哼，曾经的影宗是天启城的影子守护者，可当光明最盛，连黑夜都能被照亮的时候，也就不需要什么影子了。如今的琅琊王掌控着守护天启、守护北离的权利。那么影宗这里，自然也就没有什么必要收押犯人，甚至有的犯人刚到这里没多久，便被琅琊王给提走了。难怪义卜这么想杀死琅琊王。哼，中了醉梦蛊还能说话？这醉梦蛊不比一般的毒药。这几个时辰，我已经试图运起真气，突破体内那道枷锁。可是到现在，依旧只能勉强说话罢了。哼，那是自然，这可是我最得意的东西了。3官之中，你最为特别。除了水官之外，你可还有别的身份？我叫苏恨水，我想为自己而活。而不是端坐在神殿上的一座雕像，一柄别人手中的刀。我明白了。什么人？不愧为暗河的大家长，居然能瞬间察觉到我的到来。你是谁？影宗，乌鸦。知道大家长入了皇城。特来一见。苏沐雨呢？他约我在此相候，为什么他人却不在这里？你想见苏沐雨？当然，他是暗河苏家家主，是我苏昌河一生最好的朋友。就算我失去这个大家长之位，我也不允许他受到一点点伤害。你们若是敢对他做什么，我一定跟你们拼到底。哼，
大家长不必如此紧张。苏沐雨现如今正在隐宗宗门做客，一切无恙。只是什么？好可怕的杀气！说话！只是什么？只是从客人变成主人，或者从客人变成犯人，一切都由大家长的诚意决定。我的诚意？想试探我的诚意，是一件很没有诚意的事情，也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。我们一直所做的，不就是世间最危险的事吗？哈哈，这句话说的倒是不错，我都有点开始欣赏你了。说吧，需要我们做什么？我们要大家长取下琅琊王的人头。什么？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暗河不是什么人都能杀吗？那我就将这世上最难杀之人放在你面前，你不用这么着急给我答复，想清楚点。在什么？你说你要是一转头，你整个头颅会不会滑下来？